这行，也回唐山带老瓜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你是潮州人吗？是的。好，谢谢你。从马来西亚出发以来，路途都是一路向北，直到今天离开贵阳，就要转往东南方向，向中国的海岸线出发，要去广东。所以火车是离开云贵高原，途经广西桂林的喀斯特美景，向珠江三角洲前进。因此这一路上都是连绵不断的山景。不过有个小问题，我们没来得及吃早餐，也没有带午餐上车。可是这趟车要坐6个小时，只能吃个杯面充饥。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潮州，可是因为是暑假的周末，潮州可以接待外国旅客的酒店，要不是客满，要不就是每晚至少400-500块钱。所以我们只好避开风头，先到广州还有深圳。因为大城市的便宜客房选擇會比較多。Welcome to the 廣東。到咗廣州就梗係要去陶陶居整翻2種點心，嘆下早茶先，跟住吔翻件黯然銷魂飯，又見隊就排，同人逼爆，爭下包師傅咁，跟住離開廣州，繼續向南去深圳。喺深圳我走咗去羅湖行翻轉，見識下香港人過深圳消費嘅情況。嗱呢一部分我哋轉頭再講翻啦。呢一集我哋係要沿住南中國海嘅華南海岸線，經過沙杯、普寧、吉爾去到潮州。这里就是汕头，汕头的潮阳火车站附近。马来西亚槟城有一条有名的美食街，就叫做汕头街。有没有观众朋友是来自汕头的？从这些老屋顶来看，像是100-200年前的老民房。如果真的是，那么海外的汕头朋友，你们祖先的老家，可能就是像这样子的村落。我们早上9點40分从深圳北站出发，2個小時後，火車越過了龍江，就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潮汕火車站。家己人拍死無相干，中山抖音2個地方太曬了，太誇張曬了。也是坐的士嘅，但是坐的士70幾塊，80塊，然後無累。坐 bus。牌坊街坐巴士要15元，从潮汕站去潮州市路程要1個小時，坐的是潮州古城旅游专线。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下错了站，所以最后要拖着行李，在烈日当空之下走15分钟才到牌坊街。怪不得打车半天没有人接，估计接的这个师傅他也是抢生意，突然间就下手按了，他也没有仔细看。结果来到，他跟我说载不了，叫我们自己走，没办法了，只能走了。这个用地球为安怎打？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就这个。藤昌薄饼啊，糖葱薄饼，哎，汤薄饼。现在已经是3点了，从潮汕站坐巴士到潮州市要有1個多小時哦，加上我们在火车站要办12306的實名認證，还有买下一站的票，在那边搞了也是1個多小時。所以虽然我们11點半左右就到潮汕火车站，但是3點才到酒店。不过午餐也已经在老街吃过了，这酒店就这样了，还不错的，在牌坊街里面。靠近城墙，也靠近涵江，厕所就这样子咯，还蛮干净的啦，幾新淨下嘅喎，唔錯啦。
但是价钱就很够力咯，3个晚上944元人民币，等于马币210块一个晚上。有没有韩江的校友？举个手，那边就是韩江。我的芭蕾吉娜系列第1集就有槟城的韩江家庙的画面。175年前创立这所韩江家庙的人们，他们所指的家，就是我眼前这条江水的两岸。在那个时代坐帆船到槟城，距离是6000公里。哇哦，那边还有一条古桥哎。韩江也是槟城的名校之一。观众朋友里面有没有韩江的校友呢？欢迎留言打个招呼哦。所以现在我知道了，1950年代创立的韩江中学，原来源头就是这里。哇，很好风嘞，可以脱衣服没有？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，这和老师说是真的没有异味哦，不会有那种龙岗鼻。这一点就值得泰国借鉴了。曼谷的那一条叫 Chao Phraya， 那个味道，你一靠近它，你就可以闻到一股味。广济门岭东首义，这我不会读哎，亚吧？广东话是读亚吧，但是普通话怎么读我不是很确定。这边是算岭东啊，然后这边是写着岭东广济楼。东维万那啥，还是不会读，够力了。广济门对着广济桥，广济桥上游客塞满桥。明天早上早点来就是了。现在完全不用想，给你们看一下到底有几长。长长的人龙从门口，不是从门口，应该是从对岸一直排到这一边吧。太长了，太长了。这个就是旺季来到旅游景点的感觉啊！要下大雨了，我们不要大意，赶紧的把晚餐搞定，然后我们就滚回家。不过你看啊，中国就是这样子，选择太多了。哇，这个鹅这么大一只！欧罗，脚，下买。坐对面的。鹅罗1分钟。西扎。ไม่ล่ะซาจำ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สาว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โอเคทำมามีทำ买星打白星扫码给钱是吧？扫码给钱不知道怎么说。买单。方便我累。买单就可以了。我们那边的不一样哦，跟泰国的也不一样，跟槟城的也不一样。不过这里的应该是正宗的，正宗里面的正宗。然后，没有，应该是薯粉比较少。新加坡的会跟槟城的差不多。这个其实比较像虾饼的味道，看口感。这个几乎是没有调味的，调味全部给到姜了吧。不知道吃到槟城他们会怎么想的？他们会觉得不正宗了，还是觉得美味正经到300元？哎呦，泰国就更脆一点，泰国是薄的面饼。这样子的店就感觉很泰国，就是这种老式的铁闸，然后摩托车放在门口。刚才做法是经过街上一部分，真的很像泰国，那感觉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那个店屋很像泰国，这里叫做店屋，楼下开店，楼上就是住家，后面就是厨房，安居乐业。
看到一个鼓社，这是打24节令鼓的，这边居然有24节令鼓。这是马来西亚新山宽柔中学的2位老师在1988年发起的古镇表演形式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，想不到潮州也会有哦。24节气在最近海外韩国人和越南人发起以 Lunar New Year 阴历新年取代 Chinese New Year 的争议中非常重要。只要清楚东亚通用的古历法里的24节气元素，就清楚知道农历是阴阳历 Lunisolar， 并不是什么 Lunar Day Calendar， 所以 Happy Lunar New Year 是科学错误。来到潮汕，肯定要吃沙爹粿条，这应该算是这个地区的代表性美食之一。普通话是沙茶粿条，可是沙茶用潮州话或者是福建话发音，其实就是沙爹，也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翻译的沙爹，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，也就是南洋烤肉串配椰子花生酱。我有理由相信，沙茶是闽语系的潮州人和福建人的音译，而沙爹是粤语系的音译。无论如何，这个沙爹粿条180%肯定是南洋华人反向输入中国的。这边的粿条很粗哦，厚不是很粗。不过马来西亚没有这个做法哦。槟城潮州人多，但是我没有在槟城见过。曼谷潮州人更多，潮州人是建立曼谷的主力。在曼谷有粿杂，有鸭肉粿条，但是我没听说过有沙爹粿条。可是新加坡有，新加坡的是沙爹米粉，不过新加坡也不是到处都会见到，它不是主流。印尼我就不确定，但是潮汕这里的沙茶酱是印尼的风格哦。印尼的沙爹酱是糊状的，像花生糊一样的质感，而新马的沙爹酱还会拌着辣油，还有满满的花生碎，偏甜香口味。所以新加坡的沙爹米粉酱料还是能见到花生碎的。再加上新加坡也最靠近雅加达，雅加达历年来多次的排华，华人不少其实是逃到新加坡，所以我想这道沙爹酱拌粿条的潮汕美食，极有可能是源自从印尼爪哇回到潮汕的华人。关于南洋潮汕人的历史，在潮州市博物馆里面也是重要的常设展之一。这个博物馆我也是提前预约的，不过其实来到并没有什么人啦。华人大量出国是在清代乾隆以后，当时朝廷允许潮州人领诏到暹罗购买大米，以解决沿海地区缺粮问题。于是很多人就搭红头船到暹罗谋生。这幅图标示的就是海外潮人的分布概况。俗话说，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，潮人遍布世界各地，而主要聚集的地方是在东南亚地区。来，各位游客随我来。鸦片战争后，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猪仔贸易，运送华工前往殖民地做苦役。明清时期，潮汕地区人口增长快，人多地少，灾患多，市场又受到洋货冲击，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艰难，迫于经济压力，于是就频频发生打起包裹下暹罗的过番故事。这边就是我们的过番谣，让我来朗诵一首为大家听。拍起包裹过天咯，天顶盘眼光，阿弟有某阿娘某，阿弟想养的大伯，大伯听了
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根据博物馆资料，原来在泰国的潮汕人有500万人，是人数最多的。马来西亚只有65.5万，排第2。而且海外潮汕人的成就很厉害，比如泰国的达信大帝郑昭，父亲是汕头澄海人，现今是泰国最大的公司正大集团 CP Group 谢氏家族也是澄海人。常年位居世界华人首富的李嘉诚是潮安人，而新加坡的核心商圈 Orchard Road 地段的核心 Ngee Ann City 义安城，也就是新加坡 LV 旗舰店所在的商场，其实就是新加坡潮州会馆义安公司的办事处。当然，像这种超级杰出的案例是凤毛麟角，更多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，吃苦耐劳的打工。他们打工赚到的钱会寄回家，这些汇款去中国的信函叫做侨批。其实所谓的 POE 就是闽南语里信的意思。侨批经年累月的形成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有效的网络，在现代用手机就可以跨国汇款。当时是怎么样办到的？相当的有意思哦。不过这些汇款很重要，不管对初创的中华民国或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都是很重要的外汇来源。参观潮州博物馆大概需要2个小时。从博物馆出来，我们走着走着走到了这个地方，看到小巷口里的这个小小的招牌叫做老土，卖的是猪脚饭、龟杂还有肠粉。好奇走进去一看，结果就决定坐下来了。像这样子巷子里自家门口摆摊子的，在马来西亚、泰国也常见，连折叠的铁门，跟马泰也是一样的。熟悉的模式，但是在陌生的原生地。OK， 可以试一下。好，好。豆腐。风龟。老瓜。佢嘅牛得呢個窿呢？呢，羅呢。雙餐。係雙餐。好，謝謝。无聊，才多，龟爪完全不一样。在新马泰，龟爪是泡在汤里面的，但是这里是浸在厚厚的米糊里，和菜脯也就是萝卜干一起配着吃。口感虽然不一样，不过味道还是熟悉的组合。肉内加肉豆，肉冷，还有肉苦瓜，肉苦瓜。卤肉、卤肠、卤蛋都很常见，卤苦瓜这是第一次见。熟悉的料理，但又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老土龟爪，哇哦，好香好香！当然我也不是什么美食家了，但是我是觉得好吃，味道很够啊，就是卤香味。但是到最后空口吃的时候，会比较咸那些肉那些，因为本来它的用意是要来配那个龟爪的嘛。所以菜会空口吃会比较咸一点，但是那些卤豆腐、卤蛋那些是带甜味的卤味，不错。对面是下二村党群，过来后面有这个美宜家的后面老土龟爪，老土龟爪。潮州老字号，1981年牛肉火锅，阿斌了呀！来到潮州，怎么可以不试试牛肉火锅？如果在牌坊街，饭点时间，牛肉火锅都在排队。这家阿斌分店不在李克区，不用排队，那当然就赶快进去了。肥牛、牛舌头，还有五花子，这是五花子，听说是脚趾的肉。还是一样12秒。这是肥牛，肥油的部分晶莹剔透。不要点别的东西，应该是牛肉鲜味，点进去才乱七八糟的这样，吃了没秒吃。
有没有见过巨熊盘盘街？有肉有蛋，还有菜。这是我唯二一次，第二次吃到有菜的肠粉。第一次吃是在新加坡，在 Amoy Street 和很多。女生常常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做。好收線嘅啫喎。我们不是受限的，我们是受容的。我知道你们是绣这些，然后绣花牛牛的，对吧？啊，我记得好多次了。这个龙凤这个被子盖的被子，结婚用的结婚被子。对，你们那边就是现在没做啦，几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还有，很少很少。不多了。我07年的时候，我自己做了3幅，女儿每个女儿1幅，我自己留给子女。龙凤这个不，现在不做了，没这个没有了，不行，对，你看我们这大眼睛都不行了。现在我女儿你哪怕你再做衣服给我，不做了，我说没这个时间了，懒了。各饼干吗？鹅肉1斤。前裝後裝，啊？前裝後裝，轻瘦一點啊，肥一點，肥一點。啊，瘦一点啊，然后这个翅膀1个，还有爪1个，还有鹅蛋1个。总共160，总共160，多加一个鹅肝吧。再加了10塊。啊，180。來。啊，来，鹅翅膀，还有鹅爪1个，鹅头我很想吃，不过很贵耶，一个鹅头200块，最便宜的。这是鹅蛋，黄很大，然后鹅肉1斤，500 gram 这边。哦，还有鹅肝，鹅肝在哪里？鹅肝在这边。这是鹅肝，肉血。100多刚好，今天领5只。真的好吃，但是很贵啊。不过我们点的180元的分量其实不少，2个人吃了1个小时才吃完。离开的时候，我补拍了一下门口的菜单，原来4到5人份的卤水拼盘1份是200元，所以我们的量其实不少。
我再仔细看了一下鹅头的价格，3岁鹅的鹅头是150元一个，所以我推荐大家其实可以直接点一个150元的3年鹅头，因为那是潮州4头鹅最好的部分了。要是意犹未尽，另外再加别的也就够了。像我点的鹅爪子、鹅翅没有什么肉，而且还很硬，鹅蛋、鹅肝也更加没必要，就跟普通的鸡蛋、鸡肝没有什么分别。所以建议大家来到还是直接点潮州老饕最喜欢的鹅头吧。潮州卤鹅吃过了，牛肉火锅吃过了，沙爹粿条也吃了好几次，还有其他一些传统的糕，以及以前坐船的猪仔带上船，晕船的时候可以吃的腌糖果也试了一下。所以除了潮州生腌我不敢随便吃，基本上好像有代表性的潮州美食我们都尝过了。我来说说这一趟到潮州的感想。我觉得潮州就像放大版、完整版的老南洋，因此我想这里的潮州人如果去到南洋，应该会觉得普普通通没有特色，因为潮州老城区牌坊街这一带老店屋的氛围跟南洋一样，而且老城范围更大也更完整。我想首先是因为牌坊街一带已经不具备城市中心的功能，纯粹是个老房屋区，所以氛围比较悠闲。虽然游客熙熙攘攘，不过街坊的生活还是照旧。没有游客的时候，慵懒的氛围就蔓延在整个老城区里。相比槟城、河内、曼谷，都还是主要城市，节奏比较紧张。老街其实也保留的不多或是分散。潮州就便宜得多，就像马来西亚的华人小镇，可是更大、更完整。然后不得不提的就是亲切感。潮州这里讲普通话的口音也是我们南洋华人熟悉的跑调的华语，但是其实跟我们不像啦，像的是台湾的台式国语，连他说话的表情、应对的方式，我们也比较熟悉。中国的地理范围跨度很大很大，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何止是饭菜口味或是南腔北调，其实连待人处事的作风，中国各地也会略有不同。因此我们来到潮州会觉得可以融入得更快。潮州作为旅游目的地，我真的很推荐，因为我认为这里反而保留了老南洋的风貌。南洋各地前西方殖民地城市的商圈，其实绝大部分是华人建立，但是当年那些有规模的商圈，如今要不是已经被现代化，要不就是该地政府缺乏维护意愿或财力，已经破落。而当年的华侨通过侨批寄钱回去建立起来的潮州市商圈，却保存和维护得很好，这也反映了殖民地时代的终结。虽然短短100年前先辈的原乡对海外华人而言的归属感已经很薄弱，但也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南洋老华人街区100年前的风华。